摆起来吗？这个是用来烧酒的一颗，没想到一颗先玩上了。好啦，起来，差不多等一颗生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没有烧过酒了。今天我们又来烧白酒了哦。好，烧完之后还有，到时候可以给你玩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当沙子在玩了。啊啊！他太兴奋了。差不多2年都没有烧白酒了，前期的准备工作都要做好久。这个蒸酒的设备，这个都已经干的裂开了，现在给它已经弄了一早上，让它降一下，降。然后裂开的话，这个酒气会跑出来，所以给它这样弄了一个上午了，让它膨胀一下。哇，这个酒味好浓啊！这个酒已经酿下去1年多了，野生猕猴桃酒哦。来看一下，看上面这一段酒已经分成了，好清澈啊！看到这个酒，忍不住想尝一下上面这个酒。哇，清澈见底啊！哇，这颜色也好漂亮。还挺好喝的，但是不是很甜了。挺好喝，流一点出来啊。这是酒一颗，你喝不来。一颗看着也很馋的样子，但是说的是酒啊，小朋友不能喝酒的啊。哇，这颜色漂亮吧？就像是黄酒的颜色。剩下这些就把它烧成白酒。去年酿了这样2大缸，总共是600斤的野生猕猴桃啊，但是上面清澈的酒才一点点。今天来烧一下，看一下能烧多少斤酒出来。不香啊，不香，不香还闻。接下来就是一些猕猴桃渣了。这里能看到很多猕猴桃的果肉，它都成这样子了。哇！一可是很好奇，他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这样酿酒。这就直接倒在下面蒸。上面的渣就跟这个稻谷壳拌一下。你可以一起玩呢，这样把它拌一拌呢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们一可的最爱了。这就是一个大的蒸桶了，看，这里面是有网子的，等一下这个骨壳就到这上面，利于呢水汽的上升。
一起帮忙吗？你想帮忙是吗？来，帮我一起搬过去吧。啊，哎呦，啊，好，妈妈自己拿了，好，手放开。好，开火。现在就放烧酒设备最重要的东西了，天锅。这下面是像不像一个锅？倒过来的锅。这其实是一个冷凝装置，上面要加水。我在旁边就感觉浓浓的一股酒味，看很快就已经出酒了。这个酒刚出酒的时候，这个酒精浓度特别的高。我们来测一下，现在大概有多少度啊？现在因为这个酒温度比较高，现在有80多度，但是因为这个酒现在温度还比较高，所以会有一些差异啊。实际上的话，差不多按我的经验来话，差不多降个10度，也有70多度了这个酒。这个酒出酒的时候，一开始这个酒精度会比较高，到后面的话会越来越低，所以一开始的酒跟后面的酒中和一下的话，它酒精度就会特别高了。所以最后要达到一个适合自己喝的酒精度就可以了，最后面太淡的酒就不要了。这边缝比较大，会漏酒，所以这个还是要用这个红薯补一下。哇，这个太刺鼻了，这样出油真的好快啊！水啦，这不能拉得太远了啊！现在烧了一会儿之后就比较稳定了，看旁边的气也不跑了，看这个出酒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。2年多没烧酒了，我当然准备都准备了一个上午啊，各种器材的准备。看，第2罐又满了。现在再来测一下这个酒精度，现在就比较低了，这里是差不多50度，减下来的话估计这里才40多度了这里。不过这点酒还是可以用的，跟前面的酒中和一下，酒精度就不会太高了。现在其实明显的能看到，你看这个酒已经开始有点变浑浊了，说明这个酒精度已经下降了。这一点酒还是可以加进去的。接下来就看情况，等它量一下这里面有多少度酒。所以这个猕猴桃酒它的出酒率还是很低很低的。现在再量一下，还是有70度，降下来的话是60度，这个酒精度还是有点太高了。可能后面的酒还要再加一点。
这个加完估计都差不多了。再来测一下。现在还有63度。现在这个酒精度，等它凉下来之后，差不多有个55度，够了这个酒精度。好，这些剩下的话就接起来，等下一轮再烧了。这600斤的猕猴桃估计要烧1整天才能烧完啊！这烧酒还是挺繁琐、挺费时间的。好，这一锅酒就差不多了，我要准备下一轮了。